2075年，月球已经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移民居住区。尽管它与地球有共同的历史渊源，但也已经发展出特有的家族传统经济。生于月球的孩子可以从地球追根溯源，但这颗蓝色星球已经成为一片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踏足的意义。我们的故事开始于2081年的9月3号，那是一次日食之前，我们跟随一艘太空运输船登陆月球南极的埃克站。在此独特的地理位置，太阳总是出现在地平线的附近。移民者就是在这些谷地中发现了久远以前彗星带到月球的水冰。在过去的几年中，通过采集核聚变反应燃料氦3，制造太阳能电池的材料硅，以及飞往小行星以及其他行星的火箭燃料氧，月球移民区十分稳定，并在不断发展。月球上也有着繁荣的旅游业和大型的太阳能采集场，它为月球提供能源的同时，也为地球输送着能源。由于月球上重力较低，月球基地也在培养准备去探索火星或临近小行星的航天员。正在等待日食的祖父和孙子孙女二人注视着运输船的着陆。祖父的故乡在地球上，但是对他的孙辈来说，那是一个外星世界。他们这一代没有体验过大气层、雨雪、江河以及野生动物是何物。这个美丽的星球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及，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骨骼和肌肉已经无法承受地球上太强的重力。移民者可以在看到太空船着陆与起飞的同时，欣赏美丽的地球。当阳光照亮整个地球的时候，海洋反射的蓝色光辉照映着月球上的火山口和山峰，让人感叹大自然造就了如此美景。人们带上望远镜，成群结伴地来欣赏夜景。在月球上长达2周的黑夜，此时正是它的午夜时分，地球也正好处于满地阶段。当然，这相对于满月而言，即在月球上看地球，正好有一半是明亮。由于背对太阳辐射，同时正对着蔚蓝的地球，月球移民区的人们往往选择这个最安全、最美丽的时候出门畅游。日食同时碰上满地，这是比较罕见而特别的。祖父带着孙子杰森和孙女玛利亚来见识这一独特的时刻。玛利亚问：“爷爷，日食为什么这么特别呢？”祖父说：“每个月我们的月球都会绕着地球转一圈，当它到达太阳和地球中间的时候，月亮挡住一部分阳光，形成的影子大部分时候不会落在地球上，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影子会正好落在地球上。影子中的地球居民可以看到天空中的太阳被月亮挡住了。”而我们在月球上就会看到月球的影子在地球上慢慢的从大西洋一直移动到亚洲大陆。玛利亚，新的望远镜怎么样？容易用它找到行星吗？玛利亚说：“
挺好用的，我已经把它对准地球了，就等着日食开始了。爷爷说，哈哈，能和你们一起目睹这一幕真好，真希望以后也能和你们看到更多的日食。你把望远镜对准大西洋吧，我想应该能看到我们的月影了。看，就在那里，那个黑点就是月球的影子，影子中的人们能看到月球从太阳前面跨过。杰森说，哇，那是我们的影子。玛利亚说，看爷爷，影子到达陆地了。祖父说，是啊，我们的影子正在穿过法国，那是一个古老而有趣的国家，那里的人们经历过上一个冰河时代。杰森说，爷爷，给我说说冰河时代吧，我还从来没在冰雪当中玩过呢。祖父说，看到地球上2极的冰盖了吗？你可以想象一下，几千年前这2极的冰要比现在多得多。北极的冰一直覆盖到欧洲大陆法国这个地方。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们阅读的是书本，而现在大家都用电脑了。在有书本和电脑之前，人们会把冒险的经历都刻画在他们住的岩洞壁上，厚厚的岩壁可以为他们遮挡风雪。杰森说，爷爷，在我们月球的南极也有洞窟和深谷，我们就是从那里取得水的。祖父说，没错，彗星留给我们的冰让我们有了水资源。在冰河时代，欧洲的人们也要依赖洞窟和附近的资源，他们需要肉、脂肪和动物毛皮来抵御严寒。想象岩画上一头比大象还要大的毛绒生物吧，它叫猛犸象，它的肉和毛皮可以保证人们的温饱。这些岩画就描绘了人们捕食猛犸的场景。杰森问，猛犸象是什么样的？祖父说，哦，那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大型动物，全身覆盖着可以挡风和保温的毛绒外皮。哎呦，那可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呢。月球这里很冷，但是我们有太空服，它是不是就像猛犸象的毛皮一样啊？祖父说，月亮上看满地正像地球上看满月一样，只是更大。在这里欣赏地球的蓝色光芒，真是美妙。星星也很明亮，而且它们不闪烁。玛利亚说，它们不闪烁是因为月亮没有大气。杰森说，爷爷，我们的影子一直在移动，快到意大利了。祖父说，意大利看上去像一只靴子吧，他在踢西西里岛这个足球呢。看到西西里岛那儿的烟了吗？猜猜那是什么呀？玛利亚说，月球上没见过这样的烟，难道是着火了吗？祖父说，可以这么说，但是那比着火要厉害多了。那是正在喷发的埃特纳火山，透过那团烟雾，火山口正在喷发出火山熔岩。熔岩是地下的岩浆，可以到达地表，从火山口喷出来，冷却以后就成了火山岩。火山岩形成的山脉，那就是火山，它一般有一个环形的山口或者是山腹洼地。其他类型的火山可以一直积蓄力量，直到它们爆发的时候，整座山都有可能消失，然后留下一个大坑。
月球上的环形山也是火山爆发造成的吗？祖父说，哦不，月球并没有地下熔浆，这里的环形山都是被小行星撞击造成的。杰森问，这里到处都有环形山，为什么在地球上就看不到这样的呢？祖父说，其实小行星也会撞击地球，但是风、流水，包括火山爆发的长期作用，都会把这种撞击坑抹去。另外，大多数小的陨星在到达地球地面之前，就在大气层当中燃烧殆尽了。玛利亚问，如果是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撞到地球上，会怎样呢？祖父说，想象一下6500万年以前，那时的地球更加的温暖和生机蓬勃，那时没有人类，但是却有很多的恐龙。同时，外太空一颗小行星翻着跟头的飞进了太阳系。撞上了地球，落在海洋上，掀起了巨大的海浪。当它撞到海底的时候，整个地球都被剧烈的摇动着。这次撞击爆炸引起的激波加热了空气，灼热的风几乎要把地球给烤焦了。灰尘、水汽、烟灰挡住了太阳光，持续了几个月，植物枯萎了，温度也慢慢下降，恐龙们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被赶尽杀绝了。现在恐龙已经灭绝，占据了地球的是小型的、更能适应环境的生物，比如哺乳动物和鸟类。这么严重的碰撞概率很低的，而且跟恐龙相比，人类有一个优点，因为我们同时住在地球和月球上，就算小行星撞过来，也不会导致全人类的灭绝。杰森问，我们的月影飘到哪里了？祖父说，日食到了土耳其西部了，很快它会顺着幼发拉底河来到波斯湾，就像河流一样，它会从高山上一直流到海里。玛利亚说，爷爷，月球上没有河流啊，在河流上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祖父说，地球的云彩实际上是还没有落下来凝聚在一起的水珠，它们看起来就像棉花糖一样，在地球的上空慢慢的漂浮，这就是水的魔力呀。恐
空气中的水蒸气可以吸收和保持地面的热量，当水蒸气凝聚成为水珠，就形成了云。云彩可以反射阳光，使地球不至于过热。冷却的空气可以形成高耸的积雨云，里面带电的水滴向高处移动，使得电量越来越多，这样云和云之间就会产生闪电。闪电加热空气的时候，就会雷声滚滚。生活在没有大气、附近都很寂静的月球上，很难想象空气会发生。我曾经记录看到闪电和听到雷声之间间隔的时间，通过这个就可以计算闪电离我有多远了。当水滴互相碰上，它们会合并，变得越来越大。因此，最终地球引力会使它们变成雨水落到地上，雨水会让河水泛滥，而河水日积月累的冲刷，则时刻出了陡深的峡谷。我们可以沿着河流乘船激流勇进，顺着它造就的大峡谷一路冲入广阔的海洋。你能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吗？玛利亚问：“我们的月影一路移动，现在又回到海洋上了。它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你都给我们讲了精彩的故事。爷爷，你难道不想念地球了吗？”祖父说：“可能有点吧，但我还有很多可以讲的故事呢。而且地球它一直就在我们的窗户外面，照耀着我们的移民区呀。”玛利亚说：“但这里重力太小，你在这里生活几年以后，不能再适应地球了。”祖父说：“玛利亚，我觉得家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就是你和家人生活的地方。另外，远离地球的重力对我这把老骨头会更好，我可以陪伴着更喜欢的孙子孙女更久啊。”玛利亚说：“爷爷，再给我讲讲恐龙吧。”